大家好，我是陈老师，欢迎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的直播啊。这个明天不是开学天，在台湾的小朋友们，请不要父母把小朋友明天送到学校去，学校没有开的哈。好，那这个礼拜哦，其实事情真的是蛮多的，也令人真的是目不暇接啊。这个真的是蛮多事情的，我们今天好好来分析一下。那呢，这个在上个礼拜二、礼拜三啊，老师有更新一篇了，后来把它撤掉了，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该死的美国邮政啊。哦，他开始是说拒收中国的包裹，那我想知识体大，隔天我就开始把准备好这些开始录，结果一录完字幕修好了，然后还跟我讲继续收了，你说他可不可恶，对不对？这太可怕了。那个这一个政府哈、最怕的就是朝令而夕改，然后这个政府就已经看出他败亡的景象。我没有针对谁啦，就是说他只要做这件事情，那这个政府他就容易迈向衰败。为什么？因为他的整体的那个政策的有效执行性啊是很有问题的。好，那这老师在第一个来宣布一下、老师在这一周啊、这一周我们直播完，下一周的直播，老师会在东北啊，大陆东北辽宁省的沈阳市那边去跟大家做直播。哎，那个金老师一直提醒老师说，哎呀，那边呢跟台湾差了20几度啊，是不是啊？你要保暖呐、我只能说，小小的零下10几度拿捏起来的，没得怕的啦，对不对，金老师？他表示不屑的眼神，然后你们看不到，但他表示不屑的眼神。好，所以说我们下礼拜哈，老师会在中国为大家做直播啊。那第二件事情啊，其实大家一直问啊，我也不好意思不表态了。是什么呢？就是说啊，那个老师也跟大家讲，是说我在过年的期间啊，我会再刻一批新的名誉系列，好让大家来选购。因为我想这么多年也差不多该裂了吧。玉这种东西啊，如果他没有买的时候没有很贵啊，通常你很快就坏掉，因为你不会去珍惜它，它很快就会坏掉了。那呢，老师已经把机器准备好了，然后原物料全部准备好了，哎，这个我们的那个痰也准备好了，开始刻完清洗，然后晒太阳，然后送就准备好了。结果我就发现一件事，我的那个雷射雕刻机啊，它少了一个抽水泵，没有那个抽水泵，我那个机器就没办法发动。所以说呢，因为没有那个泵，然后呢，那个我也没办法在过年的时候去买到那个抽水泵，就是它里面有一个交换机啊，就是水资源交换了，因为它是高温嘛。哦，它那个几百瓦那个高温去那个雕刻的，那它一定需要冷却水。那冷却水那个水泵很便宜哦，这个台币买大概应该了不起几百上千，应该是差不多就有了，但是买不到，哎，所以说我就没办法刻成。那现在开工了，我可不可以去买一个来刻呢？可以是可以，但是我没办法交货。为什么？因为这个名誉这个系列的东西啊，不是刻出来就好，因为老师还要好多遍的去清洗它，因为你光雕出来之后，你要让它抛光，还有你要让它清洗，然后还要上油，然后还要晒太阳，然后还要诵经，哦，这一连串过程啊，你没有半个月啊，你是没办法完成的。所以是说啊，这个等我回来，好吧？因为那个下周六我就已经到沈阳了哈，所以说来不及做这件事情，跟大家非常抱歉了，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好吗？说等我回来，好 ，I will be back， 应该啦。我没有回来，今天老师就发财了，你知道吗？因为我每次出国的时候跟他讲，我不是人回来，就是钱回来，就是我死在外面了，对不对？他就成为富婆了，而且不能病死，然后意外死，因为最好是我的飞机上跟很多人挤下来，那他就赚大发了。但是说不要了，我一个人就可以，这有什么我一个人就可以了？哎，他就变得有这个立刻进账几千万台币，你看这是不是保险很重要的？我一辈子不知道能够赚几千万，他只要我先走，他就有几千万了。这就是保险的用途，他走也是我拿几千万，所以说呢，只要谁先走了，下一个换老公换老婆都是没什么问题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礼拜最重要的事情，当然这还是第一件事就是 AI。AI 这个事情啊，其实老师在这个礼拜啊做了很多的功课去研究、去了解这件事情。其实各位你不要小看 DeepSeek 啊，DeepSeek 这个东西啊，它的影响层面是非常非常广大的。很多朋友啊，包含一些老师一些比较有去接触到这种科技的人。他去测试，他觉得还好，有些人觉得说这个很神奇啊，有些还试着请他去算命。目前为止我测出来的哈 ，DeepSeek 跟 OpenAI 啊，他们所测出来的命啊，基本上都是错的哦，因为你们可能觉得说他算出来的结果好像跟自己很贴近，那实际上不是紫微斗数的星飞错了，不然就是八字的干支错了啊。这个东西呢，它是比较难的，因为它的后面的运算逻辑，它一时半会它是没办法抓懂。那有人会特别把它教会呢？我告诉你，会去教的人都不是专业的，专业的都不会去教他，江湖一点绝嘛，对不对？都是这样子。但第四个为什么它很厉害呢？就是因为啊，它的里面有一个功能叫做深度思考。因为老师现在没办法，我刚才没有想到说要做这些事情，
所以说我没有先准备好那个画面，也包含它常常宕机啊，这倒也是一个缺点。第四个，它跟 OpenAI、跟豆包还有其他的 AI 软体啊，老师都已经特别去试过，但是唯一可以跟老师一起合作写出一条新程式的，只有 DeepSeek。OpenAI 所写出来的东西啊，它会特别跟你讲，有些东西你得自己做。但是呢，我逐一的去问，就是说啊，你那这一步怎么做？我现在要做这件事情，那你帮我设计这个代码。那 OpenAI 它的 ChatGPT 有用了最高级的哈，因为我是有付费的，好吧？如果做任何事情我都付费，付费是我的信条，因为我觉得我没有付费的东西，它都不会给我真的，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是说啊，那个东西我就看他看他就发现是说啊，这个 OpenAI 是没有办法这些事情啊，这个他是没有办法去帮我写好一个程式，这不是我要的。那豆包更不用讲豆包它只能回答你一些你现实的比较浅薄的问题啊。中国的抖音推出来的豆包嘛，它可以回答一些比较浅薄的问题，比如说你问他明天如何啊，或是你跟他讲一些我可能要做一些短视频脚本啊，或是我做一些那个用户的体验啊，我应该怎么做比较好？这个东西豆包可以做的真的是很不错。说实在，他给了很不错的建议，还有很不错的一些想法这个很棒。但是呢，你在第四个状况之下，我跟他合作写了一个外挂程式，就是说呢，我要怎么样去让 AI 跟我自己的网站做串联，我们也写完了。写完最后状况之下呢，我要做 final 测试的时候，就发生一件事情，什么呢？因为 DeepSeek 它已经不让我储值了，就是说它的 API 不让我去付费，那没办法付费，我就没办法做 final 的 test。但是呢，其他的部分其他一些小程式的部分以前我自己写的，然后我请他再帮我重新写一遍，他其实写的是真的是比我的还要想的还要更加的完整。所以 DeepSeek 它的一个差别就在哪里呢？它里面有一个叫深度思考的一个模式，这个深度思考其实就他会把他的思考逻辑来写出来，他来告诉你是说，这个用户他问这个问题，他是基于什么样的前提？他之前有问过相关的问题吗？那么他现在是不是因为他之前所问的问题，所以是他联想到这些事情？然后呢，他还可以联网去搜寻因为我用的是 Google 账号，所以说他可以到这个外网去搜寻，搜寻出来的结果就是说我在某个网页可以看到这件事情，他在深度思考的时候，在幕后的那个文字。他就说我在这个网页看到这个事情，那结合下一个网页有发现的事情，跟第三个网页、第四个网页所发现来的信息，我觉得用户应该是想要从这个地方整合出一个想法。那么这些想法，然后他就帮你回答出来，是说最贴近的，他觉得最后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东西。所以是说当你要懂得去跟 AI 去应对的时候那么他可以给你做出来的事情真的是超乎你的想象。甚至我有找他来帮我写一些，比如说我们要播出的节目的稿件。那过去的 OpenAI 实在写的很不理想，它太打高调了。那你豆包呢就写太短，而且它的口条太接近于方言比如说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在中国内地会使用的一些俚语或方言，它的百姓感很重，因为它是抖音推出来的嘛，所以它很接地气，是很 OK 的。但是你要写到比较长的一些正式的话稿，或者我们要讲的一些题材它的提纲要领跟文字的修饰它的确是真的是比较优秀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事情，我不是只为了吹它而来的这个里面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当这个 OpenAI 他说他仅用2000颗辉达的一个晶片他就造出了 DeepSeek。那当然，那个他们美国就认为是说你是骗人的，你一定少说了几个零。那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是真的呢？其实我不认为它是真的因为它2000个辉达之外，它有没有用到中国其他自产的这个 AI 晶片这个是抱持问号，因为不会有人把你所有的盘全部要掀出来给你看嘛。暂时是没有掀出来，所以我认为它应该后面还有其他中国产的晶片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不高。为什么呢？因为它可能数量不高了，不是说没有，就是数量可能不高。为什么？因为它还没有爆火之前，你要取得这些资源其实对他们讲意义并没有那么大。而DeepSeek之后它造成了全球的一些高科技的公司大洗牌，因为它是一个开源软体。说当时的那些很多人就说他是偷那个 OpenAI 的，偷 ChatGPT 里面的知识把它提炼出来，就透过频繁的问答把它里面知识提炼出来。我觉得这个是有困难的，因为它的知识太多了，你是提炼不出来、提炼不完的，因为 AI 本身它有他们自己的对话模式。那么他们自己能做出这个事情，而且用的比较少的资源，那么又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的状况之下，它的关键就在于是说，现在的整体的中美科技战里面，我们一直在想是说，你怎么样用透过那个晶片几奈米的晶片，或是光刻机的问题来封锁中国的科技发展的前提，已经荡然无存了。为什么？因为它既然可以用有限的，比如说 H100的这种回答的中规格晶片来可以做出 DeepSeek，那么中国未来所做出来的 AI 晶片也可以给它去
去使用，那么那个时候不是2000颗的问题了，你给他20万颗都是有办法的，因为他现在就是已经火了，所以他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老子就变得很有钱，很有钱，我还怕缺你这个几个晶片不成？是不是更可能是其他的赞助商开始不断的涌入，给他提供这些 AI 晶片，让他进入大模型里面来测试一下他们的效能，这都是有可能的。这就变成什么东西呢？就变成它不是硬体之战，它是软体之战。软体之战靠的是你的百姓的一个智慧，你的这些工程师的智慧，那你怎么样做出这些事情？那之前呢，我们在看那个 DeepSeek 他的团队大合照的时候啊，我看起来就每个人笑的是有一点特殊啊，后来才知道他那个合照原来也是 AI 生成的，我的妈呀，都是这样。首先呢，问题就在2个地方，第一个就是说你的晶片它并不是最优先的事情，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第二件事是你的人才够不够。你的人才要够，你才能够去写出这样的东西。那有些人评论说，那这个有这种软体天才这个东西啊，不是只有中国有，你美国也有，英国也有，德国也有，甚至印度都有这些天才，没有错，都是有天才。那现在至少中国现在是做出来的，那所以说它有这个后发者居上的一个优势，因为它架着前人的肩膀去往上去做出这个大模型嘛，不然为什么不是那个中国先做出的第一个 OpenAI 一样的 ChatGPT 呢？当然不是嘛。所以它后发者居上状况之下，大家要反过来去说怎么样人才的问题。那么我们回到我们之前所做的预测，好不好？我们的直播今天那个 YouTube 一直跟我建议，一直跟我祝贺说我们已经6年了啊，要继续加油努力。对，6年了没有错啊，他现在满6年了啊，虽然是满6年，但是应该不能这样讲了，因为我实际真正满6年是在8月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才真正满，不能变第7年了哈，满6年变第7年了。好，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要去看到的地方就是说，你整个的软体的趋势，从过去我们就看到是说，中国它每一年它有1000到今年应该估计会有1100万以上个大学生毕业。那么我们1100万不是说1100人，1100万的大学生毕业，而这1100万里面出现一个1/1000的人中之龙，那你就有多少个了？各位懂老师意思吗？这么多的天才，你在各行各业去研发的时候啊，那么就已经是非常令人惊讶的。所以说，过去在2015年的时候，中国有喊出来一个工业的中国2025这个中国制造，那它现在有没有达成？事实上，它现在几乎都已经是达成了一个状态。说现在中国最大的优势啊，已经不是只有它低廉的制造成本了，而是在是说，它每一年可以制造出大量的这些大学生，而且大学生里面我们淬炼出来的天才会如此之多，1000多个天才，1000多个天才里面只要有300个跟数理相关的，那么这个能力是非常非常之强大。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就是在于说，第一个就是人才，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各位就要去理解，这个要发展 AI 跟晶片产业，它后面有一个很大的推手啊，除了钱之外，很大推手就是电力。各位懂电力这个问题的存在严重性吗？因为电力啊，你必须要不断的运算，你就需要很大的电。那中国的电力来源现在并没有这么稳定。说实在的，在10年前，中国还是处于很多4、5线城市会随时停电的一个状态。过去都是这样的生活啊。你不要说讲北上广深不会，那你4、5线、7、8线小城市还是会有临时断电或者轮流断电这个问题，都还是会有的。但是到现在中国这个状况是比较少，那么那是因为中国已经大量开始使用了他们的第一个太阳能，因为他们很多地方是荒漠盐碱之地，你根本就不方便去做那些种植或者是居住的地方。那么这些地方啊，他们不但盖了太阳能板，而且还把那个地方阴错阳差的变成了绿地。为什么？因为太阳没有直晒，土地没有蒸发，然后呢，它草就长出来，草长出来了，那你会遮住太阳能板怎么办呢？叫羊去吃。所以说里面不但可以放牛放羊，还可以什么？还可以长电。这个是比较有特殊的地方。说他们太阳能板，他们有水力发电，我们之前有谈过他在新疆那个部分要去盖一个大坝一个雅鲁藏布江的大坝还是什么大坝的，还把它做起来，要有水力发电。说中国有水力发电，还有他们的太阳能发电，还有风力发电。当然，他们现在也是大量的去进行的是核能发电。那这么多的发电的一个技术，前提是基于在哪里呢？基于在你自己的工业力够不够的强大，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关键。而我们现在看到的问题就是在除了中国以外，没有其他国家有这么大的一个再生能源的工业可以支撑它国家的发展。
法国可不可以？法国可以。德国可不可以？德国可以。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多啊。法国他们的自己的电力是75%来自于核电，但是还不能够完全使用，是说他们供他们的自己的工业可以大力的发展，那还是有困难的。那德国更不用说，他现在准备重启核电，核电他们自己把它灭掉了嘛，还说这是为了环保。那现在你又得重新想个口号，说核能是最干净的能源，他现在又得重启核电。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发现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发现一件事就是中国它有的是一个工业的优先。说过去中国在被大清朝啊，它被这个八国联军啊、甲午战争啊打得稀巴烂的状况，就是因为它的工业落后。但是现在中国的工业之强盛，那么就可以为它的能源、为它的所有的 AI 的发展，成为一个牢不可破的一个垫脚石。那在这个基础之下，你说未来美国能不能去钳制中国的这个 AI 发展，那基本上是很难的。而针对 DeepSeek 状况之下，那包含了意大利、澳洲、美国、台湾、韩国都禁止政府部门下载 DeepSeek。这个东西老师还是一样抱持一样的态度，那是应该的，因为他们对 DeepSeek 并不是非常了解。你让这个 DeepSeek 进入到电脑里面，他不晓得他会做到什么事情。所以说，以政府单位来讲，他不使用 DeepSeek，其实我们不用戴有色眼镜去看，这是应该要这么做的。就像中国不让苹果手机靠近他们的一些政府单位是一样的意思。政府单位的雇员是不能够使用苹果设备的。好，这都是有一定的去考量。当然，苹果设备大家都知道它会窃听嘛，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我觉得安卓的也会了。有时候我跟金老师聊天，那个晚上聊天聊完东西，可能隔天就出现在我的那个广告推荐上面了，我也觉得很瞎。有些东西真的很瞎，我真的觉得莫名其妙。我一个快50岁的大叔，然后嘞，你竟然给我看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你看到我都以为我是变态了，真是莫名其妙。所以说，它这个 DeepSeek 的东西，它的强大已经被其他国家所认证，就是说我完全没办法掌握你到底是怎么去做的，而你居然可以做得这么强大。那么这就已经不是国家的问题，而是说他们面对这个东西啊，已经是不晓得怎么去因应它，因为我没有办法找到一个东西可以跟它抗衡。而在辉达的状况来看呢，那黄仁勋啊，就是我们的那个 NVIDIA 的执行长，他就跟川普讲啊，这个都是小事情啦，这个外界反应过度。为什么反应过度呢？因为你如果是说他如果是跟川普讲啊，这个 DeepSeek 真的太危险了哦，它真的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软体，那我们美国人一定要特别小心谨慎，那就糟糕了。为什么？因为他就没办法卖任何的晶片到中国去。当然，现在川普也是进中国去获取辉达的晶片了，对，就是要阻止他。但是呢，就是黄仁勋当然是希望这个事情不要继续下去，不然的话，中国需求量这么大。那么他也用不到，那这真的是很可惜。你就只能迫使中国自己的晶片厂做出一个，比如麒麟啊之类的东西，去赶超这个英伟达，而这个问题就变得非常非常的严重。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包含 Google 的执行长叫皮查伊，他就说 DeepSeek 的团队是表现非常卓越的啊。Google 其实是一个鼻孔长在天灵盖上的一个公司，他有没有这个底气？当然是有，因为我也用他的东西，我们平台就是他的嘛，对不对？啊，当然很正常。所以说他认为是说，因应的这个 DeepSeek 的团队表现这么优异 ，AI 这么强大，说他在2025年的资本支出啊，要提高至750亿美元，也就是它增加42%的资本支出。资本支出当然就是用于你可能购买设备啊，或者你要去研聘更好的一个天才来帮他做这件事情啊。这个代表是说，连 Google 都觉得是说，你这个 DeepSeek 已经不是像我们台湾有一些的有志青年他们就认为他只是换皮啊，就是只是仿冒，只是抄袭。我跟你讲，这个听到这种事情，我真觉得台湾真的是一个很不理想的一个状态。我们是一个科技之岛，这个已经是非常有这个资格讲这句话了。包含是说我们国内很多大厂，比如说华硕啊之类的啊，包含连台积电也至少是我们中华民国在盖的嘛，对不对？但是你对面对这个高科技的时候，你只能够批评别人或是酸别人之外，你已经没有办法去做任何事情了。包含我们的数发部，我们数位部啊，他好像做了一个高科技商品叫做点面线嘛，对不对？啊，这个东西我们都没办法去反思的状况之下。那我觉得我们台湾的优势啊，真的越来越少。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其实川普他也非常的急迫，他就去问很多人，也包含的是说，他有一个叫做 Scare AI 啊，他们的也是一个华裔，他认为是说他要去审慎的应对这个 DeepSeek 的威胁。当然，对这个人他能不能掀起什么风浪，我觉得是比较难的，因为第一个，川普是不容易相信别人啊，别看他什么东西都是到处去用。各位可以发现他的工作模式很简单，就是呢，我认识的人优先。也就是说，跟我裙带关系优先，我先问亲而不问贤。
谁跟我越亲，我就先用他。你是不是真的贤能，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你有没有本事是另外一回事。首先你要跟我够亲，第二个我就要觉得你对我够忠诚，那第三个才问你有没有能力。所以他用人为亲，那这个东西也会埋下他未来可能不到半年、1年半载的状况，美国会出了大事情的模式会产生。那这个呢，目前为止，包括美国有一个顶级的晶片专家叫查尔斯·利伯，他是说他决定到中国去怎么样来协助中国突破3奈米的晶片。那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是说，我觉得中国会不会相信他，这是一个问号了，因为毕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嘛。我觉得他是不是真的要去，或者中国会不会真的接纳他，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美国有个新法案，就是下载 DeepSeek， 你最高判20年，不是你用不用的问题，你下载就要判20年。说这个事情啊，老师手机里面有个 DeepSeek， 然后如果我哪天去美国，去云游一下的时候，我觉得我会不会下飞机就被他抓走哦？我还是算了，我还是留在亚洲好了。美国我暂时不要去，都要被抓走怎么办？所以说啊，这些国家都发现这个 DeepSeek 还不能掌握状况之下，都禁止去下载。但是反过来看我们在AI 以外的东西，我们看到是什么呢？我们看到 TikTok 啊，那川普认为是说它有商业价值，所以说它已经不是国安威胁了。但是呢，现在很多的一些媒体啊，当然是他们的风向球，比如说华盛顿邮报。他就说啊，那我可以用川普就觉得是说我可以用征税的一个武器啊，来迫使 TikTok 的剥离啊，变成美国的公司，他是希望能够达到这件事情。但是啊，其实各位去知道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说美国其实这几天是有爆发大规模的抗议的就是50州都要爆发那个抗议。那抗议当然是为了抗议川普嘛，但这个事情并没有在其他的，比如说 YouTube 啊，或者在其他的一些这个 X 上面就以前的 Twitter 上面有广泛的讨论。为什么这个就发现一件事，就是明明这个活动它是一个要去做出一个抗议活动，这在过去在美国的媒体上面是一个会被广泛重视的，比如说那个黑命贵这件事情都是一样，但这一次他就不让你传播出去，或是让你触及率变得很低。为什么？因为这对执政者不利。那这些所有的一些社交平台，那是大部分是由谁在管理的呢？那这个我们就可以去思考一下这个媒体的垄断是不是一个问题？而第二个就是 TikTok 它会不会真的是顺利的变成剥离出那个字节跳动，变成美国的公司来收购呢？我个人的认为经过那一天的那一天关闭那个 TikTok 伺服器，让大家都用不了那一天之后，我觉得中国根本就不用担心，是说 TikTok 如果被美国封禁，那是不是对他们造成损失的？因为关一天，很多的美国的用户就跑到了小红书身上。小红书是他们不希望让美国百姓所看到的东西是在里面的，因为中国人并没有流离失所，并没有轰历史，也没有说太让人家食不果腹、居无求安的地方。就是你家徒四壁的地方，没什么人可以看到。那中国有没有这些地方？是有的啦。说实在的，很多外国的人他们走错地方了啦。真正的乡村跟大山里面那个还是很恶劣的环境啦。其实中国也没那么好了，他穷的地方还是很穷的，只是他没有像那个欧洲一样，你可以很自由的睡在大街上，因为会有警察去城管去关心你为什么睡在大街上。除此之外，那这个事情你要让 TikTok 它剥离字节跳动成为美国的公司，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不会成功的，因为它宁愿关掉它没有差，因为关掉是配合的是中国的一个政治企图那我就让其他国家可以用，你美国不能用就算了，那全部跑到小红书里面会不会造成一件很大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各位去想一件事情，中国现在正在考虑是不是去关闭掉这个所谓的长城，也就是他们不用翻墙，就看到 YouTube 啊或看到 Twitter 这些东西。这个事情其实是有危险的。什么危险？不是对中国有危险，那可能会去对整个在西方世界的舆论战上面是会有危险的。因为各位你要去知道，当中国的百姓他不要说10几亿啊，光那个抖音上面呢，一天大概会有6亿的浏览量人次啊，6亿的人，其中就只有6000万的人贡献到 YouTube 里面去。我告诉你，这个世界就要大乱了，因为他们会把他们自己的状况上传到 YouTube 上面去看。那么这个 YouTube 就变小红书化了，你懂我意思吗？光现在 YouTube 就有多少的中国的同胞，你们把国内的视频搬到这 YouTube 上面大家看，很多了嘛，是不是？但是如果一旦把长城去掉了，那么对不起，你 YouTube 都变抖音化了，全部给你搬过来，全部在 YouTube 上面给你去赚美金。那么这个状况之下，你要美国怎么去把控这个所谓的你的百姓的认知呢？就比较难了。所以现在中国长城反过来讲，它已经不是去保护或是阻挠这个中国的百姓知道外面的事情。现在其实反过来看
这个长城是反过来看要保护西方世界的人，不要被中国的状况所去戳破他们现在的问题，然后造成百姓的动荡。因为现在其实很多的状况就是在于中国有很多的物资是比较便宜的，当然每一个国家都有它很便宜的东西，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他们产那个东西的嘛，对不对？比如说沙特阿拉伯产石油嘛，但是你就要出一个葡萄就有点困难，对不对？所以每个国家都有它擅长的东西，但是中国毕竟它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国家，所以它各种气候都有，说各种东西基本上都有办法去生产。那么把这些东西大量搬到了 YouTube 上，搬到了这些可能在 Instagram 上面，搬到 Facebook 上面的时候，已经不是现在的规模，那至少是以1000倍的状况去成长。那么你这些东西更多的就是中国有很多英文很好的人，他直接把他的视频变成英文了，对不对？那还有标题也变英文了，是不是？他上传6个语言上去可不可以？可以的。那这个世界就要大乱了，因为西方的百姓是不能够容许他们自己吃的用的是比别人来的贵，但是呢，享受的一些社会福利是比较少的，不管治病这件事情、生病这件事情都变得比较难的一个事情。所以现在整个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平衡点要崩坏的地方。这个崩坏的地方就是彼此的价值观已经不一样了。中国不知道他自己，中国很多百姓基本上有90%以上不知道自己怎么可以强成这样。他们还一直以为西方的月亮是比较圆的，我感觉至少90%的百姓是这样的，老师并没有夸张，90%百姓还是认为西方世界是非常强大的啊，我们自己还是非常积弱的，我们还是东亚病夫，对不对？我们看到美国人还低个头，是不是？他们是比较优秀的，90%至少有90%是这样子的。你说沿海都市嘛，那可能或者很多观光客的地方，可能比较观念是比较是了解的，因为他们很多观光客来都是穷游嘛。但是内陆就不一样了，内陆不是观光景点的，对不对？大凉山之类的，所以你看到美国还觉得他们很厉害。是不是？那当这一切事情反转之后，那整个世界就会变得很大很大的影响。再加上中国现在问题的最关键的科技战，基本上看到 DeepSeek 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离突破这个中美的科技樊篱，基本上你可能剩不了几里路，它就可以成功的事情。所以说，我们看到从这个 OpenAI 里面，从这 OpenAI 跟那个 DeepSeek 彼此的竞争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原本的优势已经不能算是优势，后发的优势那是真的非常强大。套句蒙古的谚语，叫什么呢？后长出来的犄角会比前面生出来的耳朵还来的坚硬啊！这个是蒙古谚语啊，我看那个电视剧出来的，但是我也查过了，好像真的是这样子，好吗？好，我们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哈？昨天有去纳吉，精神比较好，恭喜你啊！那纳吉啊，这个一定是有用啊，一定是有用。奇门遁甲这个东西啊，用的对的一定是有用，但是奇门遁甲看起来都很好学，网络上很多人在教，你就要学不会的啦。我说真的啦。很多关键在里面的，你不然我去磕头去学它干嘛？就是它不容易学会啊，1000多盘呢，1000多个盘里面，它的变化是非常的多，而且你一旦以为它是生门，修身伤度，紧死紧开嘛，对不对？那个小李都会用，是不是？八门全开了死门嘛？不对哈，那个是漫画，不要相信哈。有很多事情并不是说你开8门，然后隐去1门，对不对？葡萄就要嗝屁了，是不是？王先生才知道的。所以说它这个东西是不容易学，但是我跟你讲的一定是对的啊！你从那个地方过去，你一定可以吸纳到你的吉利，好吗？但有3个要件：算力、算法、数据，还有电源的哈。印度有多少个？18万个 GPU 啊，也有数学家，但是没有好电力，都没有说人讲的对，最早是电力，还有软体还不够，好像还不够。川普关税战会不会引起上个世纪的7·7大萧条？会啊，我先跟你讲会。川普的关税战会引起的世界大萧条，但是仅止于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它并不会再让其他世界里面获得类似在上个世纪那个30年代那样子的影响。这个我们等一下后面会说到的事情。中国目前最接近辉达的 GPU 是华为深达 910C 啊，910C 我知道哈，达到 A100 的算力60%啊，这很厉害。我说真的很厉害。2月 DeepSeek 到使用生成 910C 啊，这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哦。所以这个事情，你让 AI 自己去研发自己的晶片的时候，我告诉你，那个很多事情会超乎我们的想象的。各位，这让我们害怕，就是 DeepSeek 它的自我思考能力是很强大的。当他自我扪心自问，去内自省视说我要解决这个问题，我应该通过什么方法的时候，那么这个绝对可以协助人类突破技术，是非常，你基本上是一个几何速度的去进步。各位去了解 DeepSeek 我们用到的那都已经是一般版了，他们内部用到一定是更厉害，因为他们的研发，他们有原始的 Black Box， 就是他们最核心的地方。让 DeepSeek 自己去找出改良自己的方法，我告诉你，这个一定是做得到的，他现在一定有在做，
那么他去研发，让 DeepSeek 或结合其他的 AI 去研发出这些晶片，那么我相信那个所有的事情很快就会获得提升，包含了 DUV 或是 EUV 都是一样，因为你一定要有一个协助你的助理来去帮你完成一些复杂冗长的运算，那这个 AI 一定做得到，好吗？川普用了裙带关系冲刺在政治的重要位置，都是这样子的哈。在过去我们看到在 The Apprentice， 就是他那个谁是接班的这个影片里面，我就看到他锁起来去评估了，不是他的女儿，就是他的老朋友啊，他的律师嘛，律师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可能已经嗝屁了啊。他女儿还有他女婿，还有谁他认识的人来去当他的评审，这个东西合不合适？其实当然合适啦，但因为他节目嘛，他要做节目效果。但是如果一个企业你用的人都还是你自己的人，那么你的企业要怎么样发展的更好呢？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哦，川普他破产的事业比他成功的事业来得多，那他也无伤，因为他懂得去试错。但是问题就在于他年纪大了，年纪一大的老人家，尤其是男人，最容易成为老顽固，那个超级可怕。我告诉你，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你让一个男人老了，他的智慧就降为零，固执变得极高，嘿，这样子的男人去做事啊，对整个大世界会有很大的问题。老实说 ，AI 对今年生物科技方面会有一个突破吗？它只要已经有 DeepSeek， 不是只有生物科技，各行各业都会进行一个高速的跳展，在这几年都会。老师过去在2018年、2019年做的推背图预测里面就有说到，未来中国一定就是 AI 来管的。当时有人说我看电影看太多了，你现在看是不是往这个地方去发展，对不对？代表我推背图做起来还是有点道理的。后面会不会继续做？也都已经知道，都解开了，我其实都解完了啦。但是我觉得那已经是另外一个维度的世界了，这变成小说了，那没法验证的事情，我就不着急，好吧？所以关键就是在于他会自己去做研发，还有等比就上升。这里我跟各位讲一个事情，可能在中国以外的朋友你是不知道的。中国包含深圳啊，深圳这个地方，各位知道吗？它是一个电子之都。现在他们有一些样板型的它应该是没有普遍去进行样板型的什么呢？样板型的警察旁边会跟了一只机器狗，帮忙去辨识路上有没有逃犯，或是有没有人要在犯罪。机器狗已经跟着人类的警察来去做执勤，那么这个就变成机器狗的辅警就是辅助的性的警察。这个事情是令人非常害怕的，因为它正在累积大量的实操经验。这个事情能在美国出现吗？难，说真的难，都还在实验室里面，大家去搞，拍一个影片，大家开心。但中国已经放在实用上面，机器狗的辅警就是辅助警察这个陪伴的，已经在它这个上面已经现实的已经去使用了。这个已经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已经真的实际去使用了。而且还有另外就是未来的陪护机器人就是扶着老人家过马路这种东西的。还有就是说你打螺丝打螺丝已经开始使用机器人去做，而且它价格并不贵，因为它并不是非常高阶的东西。所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已经不单单是工业继承了，就是老师我们之前几个月所讲的，当 AI 可以驾驶 AI 的时候，那么这个世界就变成高速发展，人类的数量会降低，因为我们都被豢养起来了，我们不需要太多的劳动力，我们只需要怎么去跟他们相处，他们就把我们照顾得好好的。所以说，老师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如果我的子孙能够超过3代，我告诉你，他们就是给 AI 养的，就机器人养的了，那就不需要人去养它了。所以那就变成另外一个世界，那蛮糟糕的事情，好吗？好，这个是各位要去知道了。现在整个中国他们在进行 AI 变得实用化的，已经不是只有软体，而是他们把机器人已经使用在现实的社会里面。不是只有硬邦邦的装一个设备，而是机器人跟着人类一起生活，这个不是开玩笑的，这个已经是一个非常光速的突破。对各位来说，你可能觉得这是一个故事，但是实际上来讲，你现在还不再去学一些社会性技能，你什么时候消失到你自己的竞争力，你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取代你的事情，分分钟的事情，就是很多人想取代老师，不然让他算命算出来，好像8成准，对不对？那8成我就差不多开完蛋了，对不对？8成就够了，是不是？你还要花钱请老师干嘛？我8成的免费的多好，对不对？是不是？我也会被取代，所以说我很多专业资格嘛，是不是？我还可以修理身体，你知道吗？物理治疗师我是可以的，好吗？要去记得温州有出轮胎型的警察辅助识别这个也是有的，这个也是有的，这个各位去注意到，它已经介入人生了，介入人的社会里面了。中国的都市这么多，人口这么多，还有这么复杂的一个社会环境。他所累积到的经验跟知识，绝对会超出你的想象。
未来那些所谓的精英老师，我们跟他晚上有在讨论这个 AI 进程，他之前跟我讨论，去年年初的时候跟我讨论，未来他那个 AI 是帮忙怀孕的这个事情，你说会不会成功？我跟你讲，这个就是会了。我去年我还说他已经讨个派题啊，脑袋有问题啊，对不对？这么快乐的事情怎么可以让机器人去做呢？他就把它画出来了，他用他的 AI 技术把它画出来，他的确是有这个可能是的，好吗？好，那我们继续下去哈。所以说啊，这个在这个世界上有变化，变乱七八糟之前呢，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自己的环境。那当然，我们刚过完新年啊，现在有件事情蛮好笑的，就是什么呢？韩国啊，本来想把我们农历新年啊，这上面的那个 Chinese New Year 改成 Lunar New Year，就是说变成农历年。并且呢，它这个我们的新年呢、是亚洲共有的啊，就是说不能使用中国的农历啊，这个太过分了。结果联合国把它驳回，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人家历史比你久，文化比你久，然后呢人口也比你多，怎么样再怎么样也轮不到你去说，他就驳回去了。现在还是 Chinese Lunar Calendar 里面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那这个韩国他们本身啊，其实因为现在尹锡悦已经被逮捕了。所以韩国的政治跟经济的局势啊，会如同我们之前所预测的，才会一直的不断的往下去降。所以如果你还想在韩国发展你要准备脚底抹油，因为第一个你是个华人，你在韩国发展不起来什么样大的风浪；第二个，一个在下降的经济体啊，它只会把那些所谓的非我族类的人全部牺牲掉。这个是正常的事情啊，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日本也是一样啊，日本不要想是说现在好像就业寒冬已经过去了，没有，日本的竞争力也是在雪崩式下跌。但是呢，日本人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种族，他们觉得自视甚高，觉得今天我们就是宇宙的中心。我觉得他是另外一个韩国人的版本，他们没办法去接受是说其他的国家曾经比他们弱的，比如说中国他会比他们还要来的强。那他们也没有办法去学习，也没有办法去放下他们过去的尊严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一个松弛世代啊。我们讲松弛世代，为什么很多人跟老师讲，你为什么日本他们的教育这么样的好？为什么你还说它会降下去呢？他们教育好的地方呢，是在于他们的私立学校。所以我们看到漫画里面、日剧里面就说，孩子要努力考私立学校。为什么考私立学校呢？因为考私立学校才像中国跟台湾这种台湾过去了，就像中国现在那种学习方式啊，对不对？从基教念到鬼教啊，是不是？他们私立学校才能做这样。那公立学校就松弛教育，每个人都是第一名，每个人都有他这个独特性啊，那就变成松弛教育。当然，现在有要改变这个松弛教育，一直不断的去修正啊。但是这个东西我们所看到日本强，它并不是全方面强，它是固定的那一票念得起私立学校的人，有兴趣去培养的人，他才能够强大，而不是所有的日本人他们都说良好教育、良好的品德。没有，这世界上996那是一个生活模式，它不好，但是呢，它毕竟你只能从这么多人里面脱颖而出，你就只能忍受别人所不能忍受的啊。关于这个我们会做单元节目现在讲完了我就没得录了，那先不讲了。所以说，这包含了柬埔寨也是一样他们也传出来说，中国去那边开一个德重复南运河计划，开工之后就没动工，为什么？因为越南不放过。对不对？他们抱怨为什么不去开工，为什么不动工呢？因为越南不接受越南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说我们的发现其实这个东协部分它也不是铁板一块它后面还有很多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你是很难去处理的。而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刚讲到 DeepSeek 还包含中国的工业以及它 AI 发展之强大，所以说现在印度它现在也是怎么样呢？现在也只能承认中国现在的崛起以及它领先地位不管是在经济、科技或者外交领域都是属于比较优先的。这谁讲的呢？这是印度外长苏杰生所讲的。他在对外交流活动里面，他直接讲出这句话。所以说现在中国的优势已经变成是肉眼可见，已经不是说中国喊一个抗日神剧，拿着大刀砍鬼子，然后大家都觉得他很厉害的一个年代了。他现在实实在在的竞争力中国本身自己的百姓真的是不知道他们自己多强大，而是他们只是认为是说，西方会比较好，其实真的是没有这差很多。而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在那个 NASA 由波音送上去的那些太空人宇航员现在也回不来了回不来了。他据说其实59岁的那个宇航员他不是瘦成那个锥子脸嘛，对不对？就像那个蛇精一样变锥子脸。他说他已经丧失身体重要机能，他已经忘记怎么走路了。那这个状况其实各位不要小看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无关乎 NASA， 无关乎波音，无关乎其他事情。我们只要发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这个事情不是说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间谍思想，或他有没有其他的打算。这个事情老师要去这么看的我们看法是怎么样呢？他是不是在做人体实验呢？我就怀疑这件事情了。为什么？因为人类是一个在
地球长期生活的物种。你今天如果做太空探索状况之下，你必须这个太空人是长期待在太空里面的，你是不能够回来的，因为你一探出去可能就几十年。我们看那个什么星际迷航什么的，你不都是一辈子在太空上面吗？但是如果在太空上面你没有制造出重力环境的时候，那么你这个人好，他上去这还不到1年，他可能就身体机能开始丧失了，你骨头密度1个月掉1%，对不对？那你已经没办法开始维持自己的一个正常的思想跟你的身心的状况了。那这个问题就变成是说，为了人类在去探索太空的时候，你除了用 AI 去探索之外，你似乎没有办法把人类这么简单的送出去做研究。那最远的地方，你可能只能到月球，而且你必须着陆，着陆之后你才有脚踏实地的感觉，你才有知道那个上下左右的分别的问题。那这个事情其实我们要非常去关注它，因为人类到太空，而且在整个太空环境里面，它会变成什么样的状况？会不会有些异变，或者得到新的疾病？这个问题是一个值得我们去了解的。而看完了这些东西之后，我们还要去注意到一件事情，包含蒙古啊，蒙古现在它之前是比较亲美的，但是蒙古因为最近有一些抗议跟内乱的事情发生，那他们现在整个的想法也改变了，他开始准备扩大跟中国的铁路上的连接，也就是说，蒙古总理啊，他可能再过几天吧，在2月13到2月15去访问中国的时候去敲定啊，去盖一个新的铁路，然后呢，让他们的一个稀土跟煤矿啊，可以去到中国去做贸易啊，因为他们的煤矿，它是煤矿大国嘛，对不对？人口少，但是他们的矿产多嘛。成吉思汗以为上面只长牧草，没有，下面还有煤矿，对不对？他早知道下面有煤矿，蒙古就变成工业帝国了，是不是？可惜他不知道，对不对？只能拿了马刀，砍过去，砍遍全世界。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蒙古它现在也是会开始转向。转向原因是为什么？其实每个国家的领导人都不是笨蛋哦，他可能是冲动，但是通常都不是笨蛋，他可能自私，但他不笨。所以他可能发现到西方世界能够答应他的跟实际能给他的事情是不多的，他必须先顾好他自己的饭碗，因为毕竟蒙古本身的百姓啊，教育上因为品质是比较低落的，所以他们国力发展是比较差一点的。那所以他们现在很需要是说有一个稳定的经济来源，不然他们国家经营上面啊可能会更加的不稳定的事情会发生。那所以现在连蒙古都要开始怎么样跟中国去做一个铁路的连接，增加了贸易。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可以窥见亚洲对于中国的一个集中度啊，其实是非常值得去注意的。因为未来如果中国去整合到这些国家的话，那么整个世界的势力范围啊，会回到东方世界来，这是会差很多的。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不浪费时间了，我们继续讲下去哦。但我还是看一下别人，我都要宕机了，然后我还没讲得开心哦，还没有哦。感谢 CYK 好 Simon， 感谢您的赞助，感谢哈，谢谢大家的赞助。有人捧人场，有钱捧钱场，感谢大家的支持。其实我一直在想 ，YouTube 可不可以去做一个直播，大家来直接来连麦哦，就会发现YouTube 不行。各位对连麦有没有兴趣呢？可以留言告诉老师哈，连麦报有没有兴趣？我在想办法啊，但是目前为止 YouTube 是不能的，可能要通过其他串联方式哦才有办法，好吗？宽松是在废了哈，日本很多城市也没什么变化，不是废了，还在修正，还有修正的，不是完全废掉了啊，它没办法一次全废了，真正有在修正的。好，我们继续下去哦。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刚才我们一开始谈到的问题，就是美国的物流大乱，就是代表是说，之前他那一天所拒收来自中国跟香港的包裹这些事情啊，24小时我录完影、修完字幕一播上去，他就跟我讲恢复收了这件事情。我虽然感到很不爽，但是他既然已经做就做了吧。但是问题就在于是说，它这个东西是可以去收来自中国跟香港的包裹，但是它增加的关税是并没有减少，也就是说，它的增加呢10%的关税是实打实都要增加，而且我在那边的这视频里面讲到说，可能可以洗产地，虽然我已经把它下架了。他说可能洗产地这件事情已经达不成了，为什么？因为现在有人已经去试过了哈，比如说从 DHL 里面，它也有一些的信件的回复是怎么样呢？他买一个84美元的商品啊，从澳洲买回来的，他要加45块美元的关税加手续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产品啊。它的产地啊是 Made in China 的，它不是说它从中国寄过去，它从澳洲寄过去的，但是它的产地是 Made in China 的，所以是说它必须是要跟你扣这些的关税，也就是说84块的东西，它要收45元的关税加手续费，所以这个是一个蛮夸张的一个事情啊，蛮夸张的一个事情。所以它这个包含了301的附加条款啊，比如大多的税率从25%到6%，还有从7.5%到100%不等的关税，还有新实施的10%的关税，都要去把它算进去。所以现在整个状况对美国来讲，这绝对是会让他们的百姓会萌生到很大的怨气。
因为包含了说这个关税会升高美国的 PCE 所以说大家都在看是说未来美国经济是不是会出现大的问题。什么是 PCE 呢？它是以美国个人消费者实际支出的金额为基础，所以说意思就是说，我用一样的钱，我已经买不了一样的东西，我要加价去买了。也就是说，之前我们所谈到的10%这钱，我将买下来这些民生必需品的一些小工业品，哪怕是滑鼠啊、手机的之类的，我都要加至少10%的关税。那在这个问题来讲，那美国百姓所用到的一些小五金、小器械都会变比较贵，但是美国你自己也做不出，也没有人要去做这些事情，做出来的成本比它的加税之后的售价还来得贵，但是美国百姓就只能够去花钱去买这些东西，这个问题就变得很严重，因为它这个无形的通货膨胀或是有形的关税的去取得，会让百姓真的是会对这个政府会有很多的怨言，而且对他们社会稳定度也会有差别。很多朋友跟老师去，对于中国的朋友他们就说老师我觉得美国那个8小时工作制是很棒的事情，所以说呢，其实他们对中国996很不看好。我说996真的是一个很痛苦的东西，我绝对不赞成996我这绝对不赞成996了，那简直是一个非人哉的一个做法。虽然呢，我们台湾以前也是996因为我们礼拜六只放半天或者不放假嘛，现在才有双休。但是问题是，你在美国，你8小时工作制，那是只能工作8小时。如果这8小时赚到的钱不够你生活怎么办？不够你生活的话，那你就只能再去接另外一份工。所以说，现在从 TikTok 上面，也从那个小红书上面可以看到很多的美国百姓，他们是一个人是要做好多份职业的。为什么？因为没有这么多工作给你做，你就只能4小时、4小时、4小时，3个东西加起来12个小时去做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们假设，因为美国我们知道，他们70%的百姓他是怎么样？他是一个高中毕业的文凭，并不是每个都是 college 或是大学以上的并没有。它是70%是高中文凭，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你的关税涨了10%， 10%是一定要去克的。我买个脚踏车也要增加10%，甚至会更高的状况之下，那么这个事情我们就要去了解，他们必须增加他们的兼职，所以他们8小时工作制那是很多美吹或者外吹去看到的事情，但实际上人家工作的时间并没有这么短，除非你已经在那边已经生活3代，而且你是中产阶级以上。是高级中产阶级，因为他们中产阶级从6万到20万美元都是中产阶级，那个range太大了。6万美元你说中产阶级，这个看个人的看法了。说这个状况对于美国的经济来讲，一定会如我们的预测来讲，它是会非常的严重，因为百姓的负担是立刻马上就加重。而今天老师看到一个消息我不晓得对不对，各位你可以纠正老师没有问题，因为老师在直播之前看到我们台湾的 NCC 对于来自那个2类射频的商品，比如说蓝牙手机蓝牙耳机或者滑鼠等等之类的无线设备你只要进来的尤其是中国进来的每一个商品无线滑一个商品要加750块台币的审查费。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有没有实施，我不敢讲我现在不能乱说政府的坏话这个一定有他们的考量 ，NCC 有他们的考量，他们是天上之人，伟大的党所创建的单位，他们一定高智慧。但是我不了解的事情，我买一个他妈的一个蓝牙耳机，你凭什么跟我说750块？他们的售价都不到750块了，那你跟我说一个750块审查费，你是审查什么东西？你每个都有 NCC 的字号吗？是不是？还是你只是盖章？还是你只是报关单就要给你收750块呢？我不知道。我今天收到的新闻，但是如果是这样的状况之下，那我们先不管他的钱是不是拿去贪污，他们一定不会贪污，毕竟他们是一个有理想有理念的政府，所以他们一定不会贪污。但请问一下，这750块到底拿来干嘛的呢？那反过来看，美国百姓他会不会一样的感觉？我今天买什么东西你都给我加这么高的关税，是不是？那我到底是所谓何来呢？本来就有关税的东西，因为他们本来是微量关税，800块以下的是不课税的，现在你不但会不课税，还得加10%。那么这个问题是哪里来的？百姓也会问，那你钱花哪里去呢？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大？而当然会有一些另外一方面去想，就是说，那么这个状况之下，百姓会减少对中国的这种商品的采购，无论是 Temu 或其他东西，或其他上面采购一定会降低，对不对？但是我们要去想，这个是不一样的一个事情不一样的事情。我们去看一个数据中国大陆2024年的贸易顺差。它的顺差达到全球是1兆美元全球贸易顺差，因为它毕竟是工业超级大国，全世界28%的工业品那是由中国制造的 ，Made China 的东西。所以说你要反中之前，你先把你内裤拿出来看，它是不是中国制造的？如果是，请你把它脱掉，对不对？没有，还是要穿的，开玩笑的不要太用力但是全球是1兆美元
但是各位你要去知道一件事情，它对美国的顺差是只有3500亿美元，并没有是说我们想象中的是这么样的重。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啊，那个出口的贸易的份额啊，在2020年的时候，它是20.2%，到了去年2024年的时候，它就10.2%。所以说，在当时你做中美贸易战的时候，为什么中国屁颠的要去跟川普第一任的时候去跟他谈这个中美贸易的第一阶段的商议，而这一次川普再出来之后，中国并没有去跟他去试讨，也没有要跟他谈什么阿拉斯加的都不去了，也没有要谈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它的整个贸易依存度已经下降非常多，从20%到10%。所以人家已经降低了对你的贸易的依赖，就是说我们可以卖到美国其实最好，没卖过出去，那我也不会立刻就倒闭，伤筋动骨那是一定会伤筋动骨，那个是一定会的，但是不要命。那不要命状况之下，就看谁的气可以活得比较长，那这个里面就会有很大的一个问题。而在这个东西啊，这个川普他也可能后面的一些关税一些事情啊，就会让整个事情就变成就越来越错综复杂，所以说。包含了他们国内的一个物价上升啊，或是很多的问题就容易产生。包括加拿大现在也在，虽然他们延后了好像90天、30天、90天去课税又开始谈，但是呢，加拿大百姓也在酝酿是不是就不要买美国商品。但是还是有人会说，美国商品就是比加拿大品牌的便宜，那为什么我不能买美国的东西？反过来讲，那如果美国人说要买美国货，但是问题是中国东西比较便宜，那么我为什么不买中国货？说加拿大百姓不买加拿大货，虽然加拿大货比较贵，美国比较便宜。反过来讲，美国会觉得我买美国货比较贵，那为什么不买中国货呢？因为我省下来钱是我的，但是关税课走是你的，那为什么我不让我自己好过，我要让你好过呢？这就有很多的问题在。所以说，在有一个智库叫做泰和智库啊，里面就有一个高级研究员叫做艾纳唐根啊，他里面就说，你提高你这个大量的关税的行为啊，美国提高大量关税的行为啊，基本上你是属于什么经济自杀啊，这个经济自杀的行为。而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就包含了中国、还有加拿大、还有那个墨西哥啊，你这些所有的高关税啊，那他们的。墨西哥部分呢，它所反制的方法是怎么样呢？不是反制啊，就妥协的方法是怎么样？你说我有很多的一些移民过去让你美国很痛苦，是不是？好，那我现在派1万的士兵去守边境，那就让你怎么样呢？让你不要很多的非法移民可以轻易的过去，因为有1万个士兵嘛，对不对？轮班去守，不知道守不守得住，但是至少我做了。所以说，川普就延后对墨西哥25%关税的实施，延后不代表没有啊。所以说，老师之前说过，这个关税战对弱国很有用，但是对强国是没有屁用的。强国是什么？像中国这个对它是没屁用的，你对俄罗斯这种也是没屁用的。为什么？因为人家比你强，你有的我也有，但是我跟你做生意，我们两个都好。你不跟我做生意，你不好，我也不好，但是我不好比你不好来讲还要轻一点，这是一个问题。而之后包含巴拿马还会不会退一带一路这个事情还有在商议，也包含现在南海啊，你这个越南跟菲律宾之间啊，他们现在都有很多的火药味所产生。不过我们今天时间不够，我们先不谈这个南海的问题，但是南海问题啊，绝对是他们操作的地方。而现在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是什么呢？美国第二件事情，为什么特别谈美国？因为它的变化很大，它会直接影响我们整个未来几年所有我们人的生活啊。所以说，请允许老师多谈一谈美国。现在马斯克他们要去进行了什么？进行了政府优化这件事情，各位一定知道，也包含了是说什么呢？据说啊，那个 AIT 啊，AIT 他现在的这一任的叫做罗森伯格啊，他任期结束之后，他可能后面就没有人来接替 AIT 了。那当然，这个东西是对台湾来讲有没有影响？这个我不知道，说实在的。但是在美国里面有24位共和党的议员去提出啊，现在一中政策是是过时，而且适得其反，不符合国际现状的。因为台湾已经独立了这么多年了，对，70多年来都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这的确是真的啊。我们是主权独立嘛，对不对？没有问题的。不然你中国百姓你出得来，你进得来吗？进不来嘛。我过去我进得去嘛，我进不去，我办台胞证嘛。台胞证谁发的？你们发的嘛，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当然是独立的一个主权国家，那没有什么问题。那问题就在于哪里呢？问题就在于他现在如果去提这件事情的话，那你是不是就是迫使中国要提早解决台湾问题？因为你想破坏一中原则的时候，那我就让一中原则变成一中事实。所以现在台湾状况是很危险的状况之下，是美国他希望把台湾变成枪子弹来去消耗中国的国力。
因为中国现在发展太快了，你不找事情，不让它陷入战争，不陷入，然后因为战争让全世界去制裁它，那么中国发展太快了，那么谁能够消耗中国呢？南海当然也是一件事情，那么台海是最好的，所以他现在只要是说，一中政策如果过时，无法与时俱进，我们应该去请那个台湾去加入国际组织的时候，那么你就会触碰到中国的红线。那他会做什么事情不知道，但是呢，对台湾百姓通常都不是什么好事啊，通常不是什么好事。而且也有传出啊，这个关税里面啊，对台湾的晶片业要川普有意愿呐，有这个想法了，这是不是事实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呢，他似乎要提高到几十%甚至到100%的一个关税，这个问题啊，当然也是非常匪夷所思的啊，也是非常匪夷所思的。说到底会不会成功，这不知道。而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而是马斯克他除了刚才这些小小优化跟台湾有关系之外，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呢，马斯克现在做的事情啊，真的是有点疯狂，但是我觉得他一定会遭到很大很大的后作用力，就包含的是他要裁撤美国的 USAID 啊，也就是他们的一个国际开发总署，还有包含 FBI 跟 CIA 的预算，然后马斯克这个一直砍再砍，甚至他还说那个新冠病毒是美国的在中国实验室里面所研发出来的啊，这个事情有些事情你可以讲，有些事情你不能讲。因为政治不是你这样玩的，你是生意人没有错，你很聪明没有错，但是政治不是这样玩的，你会把自己的命给玩掉。为什么事情呢？因为 USAID 里面啊，他举出很多的科目是很奇怪的。你去到其他国家，尤其还甚至给那些哈马斯或者其他的恐怖组织去做一些什么，做一些人道援助，还有什么，还有两性平权啊，还有多元的性别的一些支持的预算，一出去就几百万美元，几百万美元在美国花不了这个屁响，但是几百万美元在那些国家，它可以变成枪炮弹药，它可以变成一些各种资金去运作，因为国力不一样，你的币值一转换就差很多了嘛。所以说，很多中国朋友就是认为去美国刷盘子，刷一刷之后，他的赚来的美元就可以立刻变成人民币去消费，当然是不行的嘛。但是美国去支援到这些其他国家的东西，那这些钱用这个名目去做的事情的时候，它的确有这个效果，但是它并不需要这么多钱。讲实在的，他怎么委内瑞拉那些两性平权的东西，他丢个50万美元，他一样可以做得风生水起，但是他给他几百万美元。几百万美元呢？其他地方钱用到哪里呢？没有明细的，因为我给你的援助就是援助，我付的钱给你，那怎么运用我不管你。这个事情我们就很明白一件事情 ，USAID 它里面其实最重要的问题是在哪里？它其实就是一个情报费。情报费它永远不能说我这个还去做间谍，来去做煽动，来去做一些问题的。比如说它里面就查出来是它有去干涉里面那委内瑞拉的内政方面啊是有这个问题，然后这个事情是不能够写在台面上面，它自然是用其他的账目去报掉了，对不对？你用报一些假账、写花账那是一定要的。但是如果你现在查到这个东西，代表你后面要去掌握这些情报人员，你要去维护在其他美国世界各地在里面去煽动内乱，不煽动呢，是他们合理的去散播他们的知识、爱跟平等的这些想法，你就没办法那么顺利了啊，没办法那么顺利了，因为没有预算，别人拿钱办事的，对不对？来多少钱我办多少事嘛，是不是？就算你买水军也是一样，你没拿水军，别人反过来骂你都行。对不对？在这个状况之下，你就变成你的情报来源就很容易中断，也包含他砍掉了 CIA 跟 FBI 的一些预算。那说现在就变成那些公务人员、FBI 那些情资人员都得怎么样？都得出来去抗议了。为什么？因为没有钱了。在这个状况之下，会变成什么呢？各位，我们现在立刻就可以看到，就是中华民国为什么会输给八路军？很简单，戴笠嗝屁了。戴笠是谁？军统的头子嘛，这个大家都知道。知道中华民国历史的，或者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都知道。戴笠只要活着，毛泽东就得去打野。戴笠一死，毛泽东就出来变王了，他就可以抢到塔了。这是因为戴笠的问题。为什么戴笠这么多？因为他拿到了预算，是去在中国各地里面都有这些情报人员，甚至八路军里面都有他们自己的奸细。有钱好办事，八路军没有钱，他就只能被渗透，但是他只能去用理念去感化别人，对不对？但是国民党不一样啊，你当有戴笠在的时候，我拿这个钱，我他妈就拿钱砸你。对不对？拿这个在乱世里面有钱最重要，这个很公平的事情。世界各地现在很多地方都是乱世，那为什么会有乱世？就是因为有人必须去作乱，有人作乱为什么作乱？要有钱去推动，他就能够作乱。所以说现在那个川普让马斯克去清洗这个 USAID 的状况之下，这个肯定不是只有表面节省预算这么简单，它会让美国所有的情报来源瞬间的中断，你根本就不知道别人在干什么。
当你情报中断之后，那对于美国未来军事发展，还有你的对外的一些经略，你就出现很大的问题。外面这些人呢，一些政治人物啊，比如说各个国家的一些政治人物、反对党，就开始不听你的话了，开始不跟你配合了。为什么？之前是亲美人士，为什么亲美？因为你塞钱给我啊，对不对？我一年只能抓起来赚个3万美元、5万美元，因为我国家穷啊。但是你一来给我10倍的薪水，50万美元、100万美元，对不对？那你讲什么我都干，你就是我亲爹。对不对？义夫大人在上，是不是？我管你3姓家奴、10姓家奴，你的钱给到位，我就是你家奴，没有什么问题的，好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啊，就变成是说，马斯克现在所材料的东西啊，会让整个政府会陷入到一个无知的状态，这是肯定的啊，这个是肯定的。当然，现在川普也是说用行政命令去退出那个什么是联合国的人权会，还有 WTO 这些东西啊，其实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会失去很多情报部的来源。不然马斯克现在也不让教育部有人可以进去教育部，似乎要把教育部给他裁掉，美国教育部啦，不是台湾也不是中国的啊，那美国教育部也要裁掉。所以这个状况，我们又可以回到是说，老师被我删掉那篇视频里面，我就讲到一件事情：美国现在在仿效什么？仿效大清朝的戊戌变法，它现在也变成以四变法。所以，我们今天标题就是以四变法。为什么？你想急的去改变你国家现在的陈阿？就说你认为我必须快刀斩乱麻，我必须痛下杀手，而且是大破大立，越乱越好。你只要乱了，我才能够拨乱反正。所以说，就像戏剧里面讲的，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则不能矫枉。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在马斯克就会做这件事情。而这件事情一旦做下去，政府跟社会必然大乱，因为你所有的一些东西，你都必须层层的会有一些管道啊。这中国一句话讲得好。如臂食子，孺子捏物，你必须先让官员吃饱了，你有百姓的问题才有人去解决，对不对？和珅讲的，对不对？戏剧里和珅讲的，官员没有吃饱，谁替你官员办事呢？是不是？没有办法说大官叫中官过事，中官叫小官做事，小官做差役做事，差役叫怎么地痞流氓去做事，都是这样一层传一层，一个传一个，都得有人去分到好处。你把这些好处连根拔起了，谁要为你卖命？没有办法了，是不是？而也包含了现在美国做了一些事情，也是蛮有意思的，就包含是说什么呢？他要去接管加沙走廊，而且呢要移出在里面的巴勒斯坦人，好，把那些穆斯林全部移走。然后呢，他也认为以色列可以把这个加沙地区给美国去治理。这个事情啊，让整个穆斯林世界啊掀起了很大很大的愤怒，就是说我们的问题我们来解决也就算了，我们自己打仗没关系。你不要介入，或是你站边站，我也就算了。但是你现在要把我们的领土、把我们的人赶尽杀绝，先赶尽，然后再杀绝，赶不走了就把它杀掉。这件事情他们是没办法接受的，所以这个事情也会出现到很大很大的问题。当然，连纳坦雅胡都觉得两眼放光，怎么可能的事情这么好的吗？是真的吗？对不对？那怎么可能呢？哎呀！对，那就是现在就有这个状况发生，但是这个跟川普并没有跟他们内部的人去讨论过这件事情的发生，所以这个状况就变成他整个内政跟外交都变得非常混乱，他自己有没有人告诉他你做这个事是错的呢？而现在川普也在非洲也开始大吃他的一个手脚是什么呢？他以虐待白人地主为由，暂停对南非的所有援助，对南非的所有援助，其实他不是只有援助，还是一句话，川普不懂得政治，然后马斯克也不懂政治。美国对非洲的援助，那是为了要抵抗其他国家的势力，尤其包含是俄罗斯、中国或中东地区的势力，在非洲站稳脚步，说他必须要不断援助非洲，让他们拿到美金觉得很爽很好用，扶助他们的酋长，他们觉得美金用起来很爽很好用，他们觉得他们与众不同，他们可以继续当他们世袭的王。但是你提给他们援助之后，那么其他人给他援助，帮他修建桥铺路、盖学校，给他们做饮水，给他们做一些教育，那么我告诉你，以后再进去就很难了。你虐待白人地主，那个是已经上个世纪的事情了。就是美国那个南非共和国那边会有推翻那个白人统治嘛，推翻那个白人的殖民，然后那个黑人把这些庄园啊、什么土地啊、公司都抢过来这件事情。他就以虐待白人地主为由啊，在这个已经成芝麻烂谷子的事情，那就暂停对南非的协助，这个问题就变得很大的问题。所以说这个事情啊，一旦发展下去啊，美国的势力会光速的往下坠。好，这个我说的不是1年就是半载，我可能还讲的保守一点啊，那个半载或2季，半载跟2季是一样的，半载或1季啊，可能产生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呢？也包含这次的加州大火啊，现在也差不多了，但是呢。加州大火之后，川普也冻结了消防员的招募，你连消防员都要冻结了，
消防员你都要冻结，你以后开个消防公司，然后交给百姓去治理吗？消防员呢、对，那个是玩命的行业，是不是？我可能不喜欢警察，但是我绝对尊敬消防员，因为他们每一次出任务都是把命搭上去的。像大部分的军公教里面，我觉得最伟大的是消防人员，因为仗不会每天打，对不对？贼不会每天有，但是火可能每天都会烧。那你消防人员都不去招募了，那后来怎么办呢？也包含他们的智库中心，也包含甘乃迪的几个董事委员，也要把他开除掉，让他川普自己当主席。所以现在很大的问题就在于是说，川普现在做的事情啊，已经是倒行逆施，会让美国不是更加伟大，是美国回到南北战争的时期，甚至更早以前那个独立战争的那个状况，是你要什么没什么，你想做什么你都不知道的状况，这个对美国是非常严重的。而美国现在对于乌俄之战，它现在有其他的考量哦，不好意思，老师跟大家多借个几分钟哦。美国对乌俄之战呢，就完全应验老师对这个乌俄之战的预测啊，完美应对上面了，我这可以很骄傲去讲，完美的应对了。为什么？因为现在川普啊，他希望乌克兰用稀土来换取美国对他的支持，也就是对乌的援助啊不会再免费。这是现在是川普对乌克兰战争啊，他是做了这样表态，因为它上面的稀土的价值已经有26兆美元的稀土矿藏。这个事情啊，其实一开始我们都可以评估出来，他又对这件事情要求是颇大的。但是问题是在哪里呢？问题是他希望乌克兰用稀土来去，泽伦斯基给他稀土这些的那些好处，来促使美国在乌克兰驻军来去防御这个俄罗斯的状况，能不能达成呢？这个是很难的啊，也包含他们希望能够在这几个礼拜去公布那个和平计划，在4月20号之前能够结束这个乌克兰战争。但是问题是，还是讲到一件问题，问题就是在于乌克兰它有稀土的地方，有很多地方是被俄罗斯所占领的，懂老师意思吗？俄罗斯现在在乌克兰的工业重镇，乌东地区工业重镇还有稀土的埋藏地。很多都是俄罗斯已经占据的，你要让这样把吃进去的肉吐出来还给你美国，然后让你美国自己去享用这块肥美的肉，你觉得俄罗斯会同意吗？我都被你逼到这个地步了，是不是？我为什么要同意你去把我这拿来的土地交还给你，然后你继续维持对我的制裁，这有没有道理啊？是不是？我要给你钱，还跟你说谢谢你，然后你还打我2巴掌，可能吗？这是有问题的，因为俄罗斯并不太畏惧美国，因为俄罗斯跟美国同样都有毁灭世界的能力啊。当然，印度也有啊，那个法国也有，那大家都有核弹嘛，只要一发核弹飞出去啊，全世界全部打掉重练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会发现，然后川普现在做的这些事情是你想做，但是你不一定做得到。包含他之前说，他只要当选24小时之内解决乌克兰战争，你不要说24小时，先给他240个小时，他也解决不了，还要拖到4月20号，这个事情能达成吗？老师抱持了极大的问号，因为他不达成，那我相信美国一定说那是普丁不配合。就像我以前遇到一个很有趣的业务员，出去跑业务，然后都跑不成，那么2个月都没业绩了，他只回主管一句话：客户不配合。听起来也没什么问题，客户的确不配合，配合他就签约了嘛。问题是客户不配合，客户就不签约怎么办呢？他也没办法。对，现在战场上跟国际治安就是这样子，你想这么做，但是我不配合，不配合那就是你的错了，对不对？所以很多问题就因为川普这样子的倒行逆施跟马斯克的，让自己变成了以势变法，会让整个他们的国力会一直快速的螺旋下坠。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老师在那边视频里面有讲，我最后跟大家做个结尾，因为后面的事情来不及讲了。就是什么呢？他们想去做的像阿根廷这样的是一个休克式的疗法，因为美国的问题跟阿根廷的问题是非常类似的，就是说我们给了很多的福利跟预算，但是不是都可以不用？我希望我的税入大于税出，那是不是最好的？当然，阿根廷可能可以达到，但是美国绝对达不到，因为它的美债实在太贵了，美债的利息已经达上兆美元1年了，而且它还会持续增加。你怎么可能让你的税入高过于你的税出呢？这是有困难的，但是它只能从裁减预算终结这个预算方法来去做啊，这个是已经是不是很理想的状态啊？终结是一定要做，但是你必须慢做。为什么呢？这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什么？叫做那个什么疾病，你只能缓治啊，你没办法，已经是重病缠身的人，你没办法用个仙丹吃下去，你就药到病除，那是不可能的，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这里老师也跟大家科普一下，很多人跟老师说啊，老师你看我吃哪个神医的中药很好，老师你觉得怎么样？我告诉你，只要是药，它只要药到就让你变好的，那都是有问题的。任何好的药，
它不会让你吃下去立刻就好，都是慢慢好，慢慢恢复健康，因为它辅助你身体的抵抗力。你不要去期望什么灵丹妙药，吃下去都立刻就好了，那叫快回光返照，不然就是拿你的其他脏器的健康来去治疗哈，尤其是中药哦。中药里面如果让你吃很快就好的，没有经过三五个礼拜去调养，慢慢去恢复成健康的啊，基本上它那个里面都有含西药啊，那个西药的话一定会伤身哦，这个是必然的一个事情。国营也是一样，当国家是重病缠身的时候，你不可能直接让你不吃不喝饿死癌细胞这种事情发生吧？不可能，饿不死癌细胞，你自己先饿死的状况是会有的啊，是会有的。所以说，我们还是应该是要去了解，川普现在做的方法就是想疾病极致。来一个以4年变法，仿效这个戊戌四君子一样啊，我们就直接的怎么样大破大立，这个事情会让美国跌下它世界霸主的宝座，也会让全世界的经济产生极大的混乱。谁跟美国靠得越近，你就是越会混乱跟被牺牲的那一个。因为让美国再次伟大，我没有说跟我在一起的兄弟一起伟大，对不对？打仗嘛，大家战联盟一定说跟着大哥走，有钱有粮有什么有好东西。但是呢，你现在就是我有钱我有粮，你们都应该侍奉我，那谁要跟你混呢？对不对？你今天为我打仗，你打赢了算我的，打输了算你的，谁要跟你玩呢？懂不懂我意思？好，所以说我们今天的题目后面还有一些，但是来不及讲，所以说我们也比较不重要的比较不重要的事情，我们就先不谈。其他问题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再找时间，我们做单元视频，我们来跟大家去谈。那最后的事情，老师还是要说这一周这一周的直播之后，我们下一周其实连续1个月老师都会在中国东北去做直播，也在那边上课。如果你在东北要跟老师约见面的，那每个礼拜的礼拜六老师会比较有空，因为老师上课时间是礼拜1到礼拜5，礼拜六会比较有空，那礼拜天就不行了礼拜天我要直播，我得做功课嘛，每天都上完课我还得回来做功课，做完功课之后我还要准备直播，所以是说，我觉得我回到台北以前联考的时代了，就整天在一起做，好吗？滑鼠什么就鼠标了，滑鼠就是鼠标没有问题的哈。老师愿意帮马斯克算个命盘吗？我还没算过他的，我真的不知道。好，有一天我们可以看一看，好吗？江山代立，没特户，好不好？戊戌六金子不是巳金子，戊戌六金子了，好不好？所以说那个这个在等于说接下来一个多月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但是最少是1个月。那所以说，老师在台北的这个咨询那就所有东西你急的话，你直接找经理老师就可以了经理老师他也是很厉害那他只是他比较少跟我，现在比较少跟我一起出镜了经理老师要不要出镜一下？也要进来跟他黑了嘛？我要跟你交接我们的业务，对不对？经理老师来，不要踢到我电线，好不好？来，金老师，我们来 say 个 hello 一下。很多人就说那个 ，Hello， 我是金玲老师，我隔壁棚还在直播，没有，我隔壁棚在首播。以前我就说那个她是我前女友，很多人就开始在骂我说你这个人渣败类，他前女友没有错是我前女友对不对？前女友没有错那是我不对的吗？要不要换个梗要不要换个梗？不用换了。所以说呢，那个我们的那个所有的那个在台北咨询业务那就请找经理老师由他来为大家服务，好吧？好，你可以回去了，拜拜，换棚咯，换棚了。老师的那个周报已经开始了，等一下可以去看一下。好，那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那下周老师会更新我们阳历3月份的流月总论解析。我是陈老师，我们下次见。每次我都看不出来我到底直播到底到了没。